大家好啊，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你深度解读的书叫做《巨乳研究室》，这是繁体中文版的译名，日文原版叫做《巨乳的诞生》。你们都说我要是不讲这本书就取关，那这不就来了吗？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知名的成人媒体研究家、作家，同时也是一名前 AV 导演安田理央。这本书很认真地探讨了一个学术问题，那就是男人为什么喜欢大胸。你可能要说，这还需要问吗？这不就是男人的本能吗？你可以去网上找一找一个叫做不看胸挑战的视频，几乎没有男人能够通过了。所以男人难道不是天生就爱看胸吗？还真不一定。安田理央为了写这本书，花了大量的时间翻阅了超过60年的700多本杂志，甚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就是为了追踪一件事，那就是日本男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恋大胸的。答案很让人意外啊，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晚得多得多。比如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日本的春宫画，江户时代的那些画春宫画的画师，画起性爱场面可以说是毫无顾忌。他们可以把生殖器画得巨大无比，纤毫毕现。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们几乎从来不画乳房，就算偶尔画了，也只是2条简单的线条，连乳晕都懒得上色。这不是因为他们画技不行啊，这些画师连人物的脚趾头的姿态都讲究得很，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乳房没有什么好画的，在他们眼里那是喂孩子用的器官，和性是毫无关系的。事实上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喜欢大胸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在日本古代的美人标准里，有一条竟然写着雪白平胸。那时候的日本男女混浴是日常，女人在田里光着上半身劳作也是稀松平常，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脸红的。所以呢，如果喜欢大胸部这件事情不是从来就有的，那它是怎么样冒出来的呢？安田理央在这本书里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喜好其实是被媒体培养出来的，是被发明出来的。它居然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后天的塑造。它是被日本传媒界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本本具体的杂志、一家家具体的 AV 公司一步一步制造出来的。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段历史。我们先来仔细的说一说巨乳崇拜诞生之前，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样看待乳房的。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春宫画不画乳房，其实在日本现代化之前的文字记载也是差不多的。江户时代有一本专门的性爱用语词典，里面收录了当时日本人使用的各种香艳词汇，其中用来形容女性生殖器的词汇多达31个，各种比喻、各种角度琳琅满目。但是用来描述乳房的词呢，一共就只有一个字，就是乳，31比1。而且不只是词汇少，在春宫小说里，抚摸乳房这个动作几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在整个江户时代的色情想象里都找不到乳房的影子。更加著名的浮世绘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去看那些浮世绘，男女的脸都长得差不多的，体型也差不多。那些画师们不会刻意把女性画得更加有曲线。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种女性的第二性征很性感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压根不存在的。有一位研究日本美术史的英国学者叫做斯克里奇，那他说在江户时代的身体观里，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除了生殖器之外，根本就是被当作同一种东西的。所以当幕末时代西方人来到日本，看到男女混浴，看到女人光着膀子在田里干活，他们震惊的不行。有一个英国外交官跟一个日本绅士聊起混浴的事情，他说西洋人认为男女一起泡澡是不道德的。那位日本绅士听了之后耸了耸肩，回了一句说，你们西洋人的心究竟是有多好色啊？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呀，裸体只不过是脸的延伸，你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的脸就想入非非，对吧？在他们眼里，裸体也是一样的。作者在这里没有过于展开啊，我觉得这个案例可不仅仅是关于乳房的。事实上，它揭示的是，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性爱甚至于不是关乎视觉的。不仅仅是乳房，是整个裸体，如果只是那么在日常生活里呈现给你，那也是跟性无关的。我以后找找这方面的书如果有合适的拿出来跟大家聊。我们回到乳房，时间来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明治维新之后为了不让西方人觉得自己野蛮，明治政府就在1869年禁止了混浴。1871年又颁布了裸体禁制令，不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光溜溜了。结果呢，短短的20-30年过去，
日本人的观念就从裸体无所谓变成了裸体好羞耻。但有意思的是，即便他们的观念已经开始西洋化了，但日本人对乳房的态度却没有跟着变。1901年，日本西洋派画家黑田清辉的一幅裸体油画在东京展出，警察觉得有伤风化，要求遮挡。但结果呢，他们只挡了下半身，上半身也就是乳房是完全露在外面的，没有人觉得那里有什么问题。这说明在当时的日本人脑子里，乳房依然不是一个色情部位。真正让日本男人开始注意到胸大的女人很有魅力这件事的，是二战之后的欧美电影的涌入。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欧美文化就像洪水一样灌了进来。1952年，意大利电影《苦涩的稻米》在日本上映，女主角西尔瓦纳·曼加诺的身材凹凸有致，非常肉感，把日本男人的眼珠子都看得快要掉出来了。日本版的海报上写着惊人的肉体魄力，日本媒体还管它叫做意大利的原爆女优，用原子弹来形容女优的身材，日本人的心也真是大。同一年，也是1952年，好莱坞巨星简·拉萨尔主演的电影《不法之徒》也登陆日本。这部电影就是以胸部为最大卖点的。电影的制片人是非常传奇的霍华德·休斯，他花了120万美元的天价，专门用来宣传简·拉萨尔的胸部。结果日本观众被彻底震撼了，他们从来都没有从这种角度来观赏过女性的身体。于是呢，日本电影界也马上跟进了。1956年，新东宝电影公司推出了日本电影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展现情色全裸画面的作品。前田通子、入波久子、全京子这些胸围80-90公分的女性接连登场，当时媒体管她们叫做肉体派女优。全京子出道的时候，宣传语直接就是日本的西尔瓦纳·曼加诺。1956年，前田美波里在电影里拍摄了日本电影史上第一个全裸场景。在那之前呢，日本电影里的裸体基本上都是那种洗浴场景里一带而过的，而前田美波里的裸体是作为叙事的核心元素来展现的。这说明日本社会正在快速地接受女性的身体是可以被观看的这个新观念。你看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可能身体跟性之间的连接不是只关乎乳房的。到了1957年，一个标志性的新词出现了，那就是英语单词 glamour， 这个词开始在日本流行。glamour 英语的本意就是魅力嘛，但是到了日本人嘴里呢，意思就变成了胸大臀大、性感有肉的女人。glamour 女星在日本的荧幕上大行其道。当时的一个电影评论家就这么写，他说年轻的男人们开始觉得，比起脸蛋和身段，胸部的隆起才是女性魅力的关键。glamour 成了一种席卷日本的文化现象，连大作家三岛由纪夫都在文章里经常用这个词。1959年，日本选手耳岛明子参加环球小姐比赛，居然拿到了世界冠军。她是历史上第一个得到这个冠军的有色人种。这件事轰动了全日本。但当时他们是怎么样形容的呢？他们说，我们日本女性也可以拥有西方式的 glamour。而几乎与此同时西式内衣也开始在改变日本女性的身体意识。1956年，日本掀起了一阵内衣风潮。华歌尔公司的前身合江商事大力推广胸罩，从百货公司的内衣秀到杂志广告轮番轰炸，让原来只有少数的前卫女性才会穿的胸罩一口气就普及了开来。胸罩让乳房有了轮廓，有了形状，也就有了被注视的理由。所以你看从春宫画师都根本不画乳房，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男人开始盯着电影里的 glamour 女星两眼发直，这中间只隔了不到100年。这个变化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基因突变，完全就是文化冲击加上商业推动的结果。好莱坞提供了模板，电影公司提供了产品，内衣厂商提供了硬件，三方合力把大胸部等于性感这个公式第一次植入了日本男人的脑子里。但这仅仅只是开端。1964年，日本办了东京奥运会，新干线通了车，整个国家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在这一年，一本叫做《平凡 Punch》的周刊创刊了。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本专门给年轻男性看的周刊了。创刊号的彩色跨页就登了外国模特的裸照。从此以后呢，丰满的女性身体每周都会在日本年轻男人的眼前晃来晃去。紧接着，周刊 Playboy 也在1966年创刊。这两本杂志抢着比谁的写真更加的大胆，更加刺激。不过呢，真正让大胸部成为全民话题的是一档深夜节目。
1965年，日本电视台开播了一档叫做 11 PM 的深夜谈话节目。在其中一期节目里啊，主持人大桥巨泉看着身边的助理主持人女演员潮秋雪露的胸部，即兴冒出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你的胸部 biong biong 的呼之欲出呢？”就这一句话 ，biong 这个词火了。2年后的1969年，骆雨佳乐挺可招用这个词写了一首歌，叫做《叹息的 biong》，卖了80万张啊。歌词唱的是 biong 是给宝宝吸的东西，可不是爸爸的东西哦。这首歌据说当年在日本红遍大街小巷，连小孩都在唱。那是什么场面呀？总之呢，biong 这个词就成了日语中第一个用来指代大胸部的词汇。biong 这个发音是我瞎读的，拼出来就是 BOING。英语里边正经一点的读法应该是 boing 吧，我也不知道日本人到底是怎么读这个词的。总之呢，在 biong 这个词出现之前，日语里根本就没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大胸部的词。有 glamour 那说的是整体气质；有丰满，但这个词太文雅了。biong 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词就能够精准地指向大胸部的表达。大胸部终于在日本的大众文化里获得了被单独命名的资格。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大胸刚刚被发现，转头就被嫌弃了。就在 biong 这个词诞生的同一年，1967年，英国超模 Twiggy 来到了日本。她身高168公分，体重只有41公斤，胸围79公分，像一根火柴棍一样。她穿的迷你裙瞬间席卷了日本女性，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审美，那就是瘦的没有什么性别特征的身体才是时髦的，丰满等于老土。紧接着呢，一个伪科学开始在日本媒体上疯传。美国医生斯特拉斯曼发表了一个研究，他号称说自己通过对770名女性的调查发现，胸围越大的女性智商越低，胸围86公分的智商有130， 91公分的智商有100，而胸围102公分的智商就只有80了。这项研究后来被证明完全就是伪科学，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当时的日本医生和评论家却如获至宝，纷纷跑到日本的电视上去高谈阔论，说大胸的女人脑子不好。日本的电视节目请来医生做嘉宾，一本正经地讲解胸部的脂肪怎么样跟大脑竞争营养。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研究结论就这样被媒体反复放大，最终变成了一代人的常识。你看啊，媒体可以制造对巨乳的崇拜，也可以制造对巨乳的鄙视，同一种力量，两个不同的方向。而与此同时呢，从西方传来的 No Bra 运动也在日本产生了影响。这场运动的本意是女性主义的解放宣言，但它在客观上进一步巩固了关注胸部是低俗的这种社会氛围。西方文化先是教会了日本人胸部是性感的，然后又教他们关注胸部是不对的。而日本社会呢，就像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学生，一直在跟着老师的节奏变换立场。周刊 Playboy 1972年刊登了一篇报道，里边说这2-3年在美国的脱衣舞剧场，最有人气的舞者已经从大奶妹变成平胸女了。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呢，可能是70年代到80年代在日本兴起的偶像产业。这个时期的日本诞生了偶像这种全新的艺人类别。和之前的明星不一样，偶像卖的是亲切感和清纯感，而清纯就意味着不能够有太多性的气息。性感的肉体身材被彻底的排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幼态审美。而这里面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隐形的红线，这是作家藤木直后来调查发现的。他发现偶像的官方胸围绝对不能够超过84公分。当时以破格巨乳偶像这个名号闻名的和和奈保子出道时公布的胸围就是84公分。另外一位明显肉感十足的小出广美，他报的胸围也是84公分。任何一个还有眼珠的男人看一眼都知道他们的真实尺寸远不止于此，但是经纪公司就是要把数字压在84，因为从85开始就会被认定是大胸部，而大胸部意味着就不是正统的偶像了。当时嫡照杯的写真女星麻田奈美对自己的大胸一直感到非常自卑。在那个时代大胸对女性来说不是优势，反而是缺陷。甚至连 AV 导演私底下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喜欢大胸。这段时期唯一的例外呢，可能是1975年到1976年间在日本大火了一阵的夏威夷混血模特阿格尼斯林。她的90厘米的胸围在当时是一个最大的卖点。有人说她才是日本真正的写真偶像的鼻祖，
因为她是纯靠照片和身材出名的，而不是靠唱歌演戏。但是阿格尼斯林的走红非常的短暂，整个社会的大风向仍然是排斥大胸的。它就有点像是一颗太早发射的信号弹，短暂的照亮了一下天空，然后就迅速的熄灭了。不过就在主流社会嫌弃巨乳的这些年里，有一本杂志默默地守住了火种，它叫做 Bachelor， 1977年创刊，最初呢只是一本普通的色情杂志，但是从1979年底开始，它悄悄转向了巨乳路线，它开始大量的刊登西洋巨乳模特的写真。在主流媒体视大胸为累赘的年代，这本杂志非常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大胸部就是好看的，喜欢大胸不丢人。1980年 Bachelor 推出了一本增刊号，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做 D Cup。 这是日本色情出版史上第一本纯粹以巨乳为主题的刊物。但是 D Cup 这个名字其实算是个误会。当时呢 Bachelor 这个杂志大量的参考了美国的杂志，而美国的罩杯标准跟日本实际上差了1到3个杯。在日本算 E 罩杯的胸部，按照美国的标准只有 C 罩杯。所以美国杂志上标注 D Cup 的那些金发模特，实际上按照日本的标准已经到了 FG 罩杯了，大得惊人。所以实际上当日本人嘴里说着 D Cup 的时候，脑子里想象的尺寸比实际的 D 罩杯要大得多。再加上大写字母 D 的形状就像是一只乳房侧面的轮廓，念起来呢又跟日语里大胸那个词 Dakapai 发音非常的接近。于是 D Cup 就这样因缘际会成了巨乳的新的代名词。书里这一段也帮我解惑了，我一直都很奇怪 D Cup 也不算是特别大呀，怎么就用来指代巨乳呢？别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困惑。虽然在1980年这个80年代初年，巨乳的新代词诞生了，但是在当时D Cup 这个暗号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流通。AV 情报杂志 Vetpal 1984年的某一期里介绍了大约70部 AV 作品，当中提到乳房大小的句子一个都没有。橙色通信这本杂志在1985年和1986年评选的年度最佳 AV 榜单里，巨乳作品也是0。1986年读者票选的年度10大 AV 女优里，明确算得上巨乳的只有菊池爱里一个人，其余清一色都是那种身材纤细的美少女类型。也就是说，直到80年代后期之前， AV 产业和它的观众对于胸部大小根本就不关心。那个时候 AV 选人只看一件事，那就是脸可不可爱，只看脸了。而且越是那种长得像邻家女孩的越受欢迎，巨乳反而带有一种与这种素人感格格不入的风尘味。但是在这样一片巨乳的荒原上有一个人却活得风生水起，他叫做中村晶子。中村晶子是1982年出道的一个自由模特，它的特点就是胸大，虽然按照今天的标准也就是 D 罩杯，但是在当时已经是足够惊人了。他既拍色情杂志的写真，也拍软核 AV，别问我什么是软核，他还上各种综艺。中村晶子的厉害在于，他不把大胸当成是一个需要遮遮掩掩的缺点，而是主动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品牌。1984年，他开始在平凡胖曲写专栏，编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D Cup 晶子。从此中村晶子就和 D Cup 这个词绑在了一起。他上了平凡胖曲的封面，主演了一部叫做《巨大胸围99 D Cup 之女》的情色电影，还出了书。她既不是典型的 AV 女优，也不是传统偶像，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她是一个把自己的大胸部当成卖点，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女人。1985年4月，池袋的一家录像带店和 Bachelor 杂志联合举办了一场D罩杯女孩大赛，中村晶子毫无悬念地拿了第1名。同一年，日本第一家巨乳 AV 专门店在原宿开业了，叫做 VFX 原宿。它是由一家叫做 VCA 的公司运营的，这家公司后来成了日本巨乳 AV 的元祖厂牌。从80年代中期到后期，风气正在悄悄地变化。1987年的年度10大 AV 女优榜单里，巨乳女优从3年前的1人增加到了4人。栗原有香、叶山绿、雅岛奈绪、藤茜，个个都是身材纤细却拥有一对丰硕乳房的美女。她们出演的作品开始在片名里强调罩杯数， D Cup 热潮终于开始慢慢的从地下浮出了水面。不过如果你在1988年去问一个普通的日本男人你喜欢巨乳吗，他多半还是会非常犹豫的，因为在主流文化里，大胸部依然没有彻底翻身。中村晶子在电视上更多是被当成搞笑担当的，巨乳 AV 仍然是小众中的小众。
偶像艺人经纪公司 Yellow Cab 的社长野田义志想把巨乳偶像推上台面，却到处碰壁。广告商跟他说，大奶的妹子没有办法用在广告里，一切都在等一个临界点，一个足以让所有人、让观众、让片商、让杂志编辑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的瞬间。就在1989年，这个瞬间到来了。1989年，日本的年号从昭和变成了平成。有一家叫做钻石印象的小 AV 公司在这年2月份发布了一部新人出道作品。这家公司当时快要倒闭了，老板是业界风云人物村西透。他刚从老东家那边独立出来，手头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账上也快要没钱了。而且村西透本人喜欢的是纤细美女，对大胸部兴趣不大。但他手下有一个叫做泽城昭彦的导演拼命劝他，说这个女孩一定会红的。泽城昭彦说的这个女孩叫做松坂纪实子，当时19岁，正在读一所知名的女子短期大学。她的父亲是自卫队干部，家教严格，脸蛋端正，气质清雅。但她最大的特征是一对大的不像话的乳房。拍摄的时候，松坂纪实子有点害羞地脱下衬衫，胸罩一解开，摄影棚里的男人们都直接结巴了，一边吞口水一边说超大啊。这部出道作的片名就取自于此，叫做超级大的宝物。录像带的包装上印着精益的胸围1米10公分。写真周刊 Flash 很快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报道了它，标题是日本也有这种人才，精益的 G 罩杯首度在 AV 登场，超级大超有魄力的胸部110公分，巨乳19岁女大学生。日本人真是超爱取这种超级长的标题啊。在松坂纪实子出现之前呢，日本 AV 界说到巨乳女优，了不起也就是D 罩杯、E 罩杯。中村晶子被叫了那么多年的 D cup 晶子，胸围也不过就是90公分出头，而松坂纪实子一出场直接就是110公分 G 罩杯。这个尺寸放在当时的日本，简直就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与松坂纪实子搭档的 AV 男优米崎流景在周刊 Flash 上说，那简直就像是巨大的棉花糖。我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能够摸一次这种巨乳就好了的男人的浪漫。身为男人真是太好了。Bachelor 杂志的专栏作家加大宏更是激动得语无伦次。他写道，不，我实在是太开心到没有办法了。这半年来负责这个评鉴专栏，一半的时间都在痛苦中度过，因为新人迪卡普妹在业界实在是太荒芜了。然后突如其来登场的就是松坂纪实子。松坂纪实子这部出道作品创下了超级畅销记录，钻石印象也起死回生。从此呢，村西透就把每月的1号定为巨乳之日，固定在这天发行松坂纪实子的新作品，无论哪一部都大卖。就这样，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公司靠一个人的胸部翻了盘。但松坂纪实子带来的改变远不止于此。首先呢，他让整个 AV 行业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女优不一定要靠脸。在他之前AV 选人的逻辑刚才说过，非常简单那就是只看脸，脸必须要长得可爱。但是松坂纪实子证明了，即使脸蛋不是最出挑的，只要有一个足够震撼的身体特征，那一样能够碾压一切。这个发现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打开了一扇门，那就是 AV 女优是可以有脸以外的卖点的。其次呢，松坂纪实子开启了一场巨乳井喷。1989年几乎每一个月都有新的巨乳女优出道，E 罩杯的伊藤追明， F 罩杯的东美游纪，长着一张无辜脸蛋的巨乳萝莉中原惠美。片商们看到了松坂纪实子的成功，就突然意识到原来大胸部也是有市场需求的，于是开始疯狂地挖掘巨乳女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松坂纪实子让巨乳这个词真正走进了大众视野。其实巨乳这2个汉字在1967年的一个杂志上就出现过，但这之后的20多年里一直只是偶尔有人用，远不如 BIOM、D cup 这些词流行。让它彻底普及的就是 Flash 那个杂志报道松坂纪实子那个时候的大标题里赫然出现的巨乳这2个字，以及还有钻石印象的宣传负责人本桥信宏在每一次新作品介绍的时候都反复使用这个词。为什么是巨乳这个词最终胜出了呢？因为它足够的简洁、直接、有冲击力，而且不需要任何文化翻译。之前所有的称呼都有硬伤， Glamour 太洋气、太外来了， BIOM 又太过儿戏、太过卡通，没有办法正经使用。D cup 又太技术化，还得先解释一下罩杯分级是怎么回事。
但是巨乳就2个汉字，所有日本人一看就懂，它是一个完美的品类名。但是光靠 AV 行业，巨乳还不足以走进主流。真正把巨乳偶像推向大众视野的是另一股力量，那就是写真偶像产业。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前面我们提过一嘴的 Yellow Cab 那个经纪公司的老板野田义志。他发明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推偶像的策略，叫做先脱后穿。他会先让旗下的女艺人以非常大胆的泳装写真出道，用身材来吸引眼球，积累人气，然后再逐步的转向电视剧、综艺节目那些主流领域。1989年，他推出了一罩杯的加藤利子，1990年又推出了 F 罩杯的细川点江。这些女生都不是 AV 女优，她们是写真偶像。她们的照片是可以刊登在便利店就能够买到的漫画周刊上的。这就意味着她们的受众面比 AV 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一个 AV 女优的影响力只局限在成人消费市场，但是一个写真偶像的照片是会出现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手里的。这套策略精准地利用了日本媒体生态里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漫画周刊。日本的少年漫画周刊发行量有几十万册，甚至是上百万册。这些漫画周刊里面都有写真偶像的彩色插页。野田义志就把他旗下的那些巨乳偶像源源不断地送上这些杂志，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甚至包括很多中学生，他们在翻漫画的时候顺便就接受了巨乳审美的洗礼。在1994年的时候，他旗下的雏形明子横空出世，他发明了标志性的雏形 pose， 就是身体前倾，双臂夹紧，这会制造出最大化的胸部视觉效果。这个姿势后来就成了几乎所有写真偶像的标准动作。其实写真偶像这个概念本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正式成型的。从此呢 AV 产业和写真偶像产业就形成了一种双引擎结构。AV 这边负责不断的刷新尺寸的上限，制造最极端的视觉刺激，而写真偶像那边呢，负责把巨乳审美推向大众，推向主流，两条线相互喂养，相互促进。在 AV 这边，1994年癌罩杯胸围104厘米的森川真理子出道， VCA 公司专门为他定制了一个系列，叫做 The 爆乳。爆乳这个词就是这么诞生的。当巨乳已经不够描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更加炸裂的词来制造新的冲击。写真偶像那边也不甘示弱，罩杯数字一路飙升。1999年，山野人以 H 罩杯出道，根本遥飙到 I 罩杯。夏目里绪17岁就顶着 J 罩杯登场。那这种不断升级是因为男人天然的想要越来越大吗？那可未必啊，这更像是一种商业逻辑的自我强化嘛。产业需要不断的制造新的刺激来维持热度，那么上一季的大到下一季就变成了普通，所以尺寸必须要不断的升级。这似乎不是人的欲望在自然的膨胀，这更像是产业的飞轮在不停的旋转。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啊，那就是每一次罩杯的升级都伴随着一个新词的发明。 D cup 巨乳、爆乳，每一个词都在告诉消费者，之前你以为的大其实还不够大，来看看真正的大吧。这跟手机行业不断的发明什么超大屏、巨幕、全面屏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啊，就是通过命名来制造新的消费欲望。语言不只是描述欲望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制造欲望的武器。然后时间来到了21世纪，进入2000年代之后，有一个很微妙的转变出现了。巨乳不再是一个特别被需要标注的类型，它变成了日常。2005年出道的马美由真 H 罩杯，但是它不再被归类为巨乳专门女优，它就是一个主流的当红的 AV 偶像。H 罩杯只是它众多标签之一，一罩杯成了 AV 业界最主流的女优尺寸。2010年出道的 Julia 三围是155/84，被粉丝形容为从二次元走出来的身材。2011年出道的冲田杏梨 K 罩杯，身高168公分，保险公司甚至给她的身体上了1亿日元的保险。巨乳从一个曾经的地下趣味，已经彻底变成了主流审美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趋势是，巨乳的全面主流化反而催生了一个反向的小众流派。1998年，女优叶月里绪菜出了一本裸体写真集，读者打开一看，发现她的乳房几乎完全平坦，媒体甚至嘲讽她是失望之奶。
但是很出乎意料啊，这本写真集居然卖得不错，于是微乳这个词应运而生。到了2000年代末，微乳甚至发展成了 AV 的一个独立子类型。2016年的一个统计是，巨乳类的 AV 有6143部，而微乳类有525部。虽然规模远远比不上巨乳，但是它的稳定存在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就是当一种审美变成主流之后，市场可能就会自动的生成反向的利基市场。还有一个数据也非常耐人寻味，那就是从1980年到2016年，日本女性的低罩杯以上的比例从原来的 4.5% 飙升到了 51.3%。当然这不可能全是基因突变啊，内衣测量方式的变化、营养水平的提高、内衣技术的进步都是因素。但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当一个社会开始在意某个身体部位的时候，连测量和分类它的标准都会跟着发生改变。社会的凝视会重新塑造身体本身。那日本巨乳崇拜的发明史到这里就基本上讲完了。从春宫画师根本就不画乳房，到今天菊罩杯才算是巨乳及格线，中间不过100多年而已。那回到我们开头那个问题，男人爱巨乳真的是天生的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非常清晰啊，至少在日本对巨乳的偏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被制造出来的轨迹，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一个个具体的人用一个个具体的商业决策一步一步的组装出来的。作者安田理央在这本书的结尾坦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平乳爱好者。写了一整本关于巨乳的书的人，偏偏更喜欢小胸部，而且他的偏好还很复杂。如果女性是全裸的，那他喜欢平乳，但是如果是穿着衣服或者泳装，他又觉得巨乳更好看。他说光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性癖好就可以这么拧巴，你还能说男人天生爱大胸是什么铁律吗？其实纵观世界历史啊，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对巨乳敬而远之的年代。人类的性欲望远比基因决定的本能要复杂的多得多。如果有10个爱巨乳的人，那就有10种被喜欢的巨乳，理由也可能是不同的10种。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多少看似天然的偏好，看似本能的喜好，其实也和巨乳崇拜一样，是被时代、被媒体、被商业力量一步一步的塑造出来的呢？也许还挺多的。好，这本巨乳研究室就为你解读到这里。这期节目里提到的松坂纪实子、中村晶子、菊池爱里、笠原有香、雅岛奈绪、加藤利子、细川点江、竹明行子、根本遥、马美由真、冲田杏里，我一个都不认识。这本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